为什么从爆出战略轰炸机的消息到现在经过了5年的时间，轰20还是迟迟不见踪影呢？轰20的研制进度到底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呢？我们何时才能见到轰20加入20家族呢？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近日万众瞩目的2021珠海航展开幕，有不少新展品为此次航展增添了一抹亮色，其中有不少装备都是首次亮相珠海航展，如歼 16D 咆哮狼、PL-15空空导弹等先进武器，可以说是赚足了大伙的目光。而国外媒体也是格外的关注此次航展的具体动向，不过关注的焦点却是传闻已久的轰20隐身战略轰炸机。据悉，此消息最早是由2016年官方爆料的，到现在已经5年时间了，依然却没有公开亮相。而结合最近中国空军发言人声称的中国空军已经跨入战略空军门槛一事，有理由认为中国的轰20轰炸机已经成熟并且接近列装。毕竟战略轰炸机是战略空军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有极大可能在本次航展中重磅亮相。不单单是外媒，国内的一众军迷朋友也对此次航展是否会出现轰20的身影也是充满了期待。在微博上关于航展开幕的介绍文章下面有不少点赞高评，其内容无一例外的都是想早点正式目睹轰20的英姿。看来大家都急得不轻，想早点看到轰20。然而在空军发言人公布的参加航展的解放军军机展示阵容中，有歼20、歼 16D、歼 10C、运20、彩虹6、无侦8等一众先进战机型号，但是唯独不见轰20隐身战略轰炸机，让不少网友失落异常。有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从爆出战略轰炸机的消息到现在经过了5年的时间，轰20还是迟迟不见踪影呢？轰20的研制进度到底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呢？我们何时才能见到轰20加入20家族呢？虎哥认为轰20出现航展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轰20作为世界上顶尖的国之重器，隐形战略轰炸机保密的级别系数肯定是要超过歼20战机的。当前世界上目前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的量产隐形轰炸机，那就是美国。因此可以见得隐形战略轰炸机研制的难度和重要性，不可能在一个航展上公开亮相。而且如果要参展，无论是静态展出还是试飞，都很难做的绝对保密，而且还有泄密的风险。至于轰20的进度而言，众所周知，研制隐形轰炸机的周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的轰20轰炸机由官方爆料到现在也不过5年左右的时间。说实话，5年的时间对于这样一款技术顶尖的轰炸机，要完成研发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知道，美国当初从零开始研发自己的隐身战略轰炸机，到最终正式服役用时20多年。因此中国战略轰炸机的研制周期并不会比美国研制战略轰炸机的周期快多少。当然主要还是因为其中的技术原因限制使然，尤其是轰炸机的隐身性能是重中之重。现在面对各大国完整而严密的防空系统，使用常规的轰炸机进行突防而完成纵深打击，可以说是天方夜谭。因此采用隐身的模式突防才是一招制敌的关键。与隐身战斗机不同，轰20轰炸机巨大的体型和翼展面积，导致其气动布局和隐身方式与战斗机格外不同。举个例子，轰20比歼20体积要大多了，但是两者的 RCS 也就是雷达反射截面却要相差无几。轰炸机好比就是一个汽车大小的物体，你要经过隐身处理让它变成硬币大小。战斗机就好比是一个自行车大小的物体，你要经过隐身处理让它变成硬币大小。这就说明隐轰的隐身工作要比战斗机难得多。另外就是气动布局方式，由于是隐形设计，机身上肯定需要隐身处理，因此常规轰炸机那种反射雷达波特征明显气动布局
肯定不适合再次使用，因此需要不断地验证飞机的气动布局方式，最后使其与机身的隐身效果达成一个完美的临界点。这就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断验证，像风洞试验、验证机结构试验等。最后还需要加装新型的发动机、雷达、航电等新式先进设备，这些过程都是有序而缓慢进行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歼20、运20、直20、轰20被称为中国空军新时代的20家族。以上种种飞机都是国内乃至世界顶尖的，可以看作是人民空军成为战略空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现在歼20、运20、直20早已问世，并且服役空军，唯独最重要的轰20不见真身，因此让军迷热切的期盼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中国战略轰炸机项目的稳步进行，迟早有一天我们能够看见轰20服役中国空军。